中国信托业彻底炸了。就在4月18日深夜，中航信托这家背靠央企巨头中国航空工业集团，资产规模超6000亿元的金字招牌，突然发布公告，宣布被建信信托和国投泰康信托托管。这不是普通的业务调整，而是信托法颁布以来首家大型央企信托公司实质性暴雷的惊天信号。更让人胆寒的是，中航信托的崩盘只是冰山一角，恒大、融创、红星美凯龙等房地产巨头的流动性危机，已经将中国信托业拖入深渊，60万家庭的财富岌岌可危。中航信托的倒下，就像一颗重磅炸弹，炸碎了投资者对央企背书的最后一丝幻想。这家由中国航空工业集团控股、华侨银行参股的信托公司，曾经以军工概念中外合资的光环，吸引了无数高净值客户。根据其2024年6月末财报，中航信托管理资产规模超6000亿元，营业收入5.94亿元，净利润却暴跌80%至9176万元，排名行业前20的光环早已黯淡。更让人瞠目结舌的是，坊间传闻中航信托在暴雷前，竟优先为内部员工兑付部分信托产品，而普通投资者的本金却迟迟无着落。4月16日，数十名投资者冲到中航信托上海总部，举着"还我血汗钱"的横幅，场面一度失控。这一切的根源指向一个致命的错误：中航信托对房地产的 all in 豪赌。中航信托的暴雷并非孤立事件，而是中国房地产行业崩盘的连锁反应。根据中国信托业协会数据，截至2024年底，信托行业管理资产规模达22万亿元，其中房地产信托占比高达30%，约6.6万亿元。然而，随着房地产市场持续低迷，恒大、融创、红星美凯龙等头部房企的流动性危机，直接让这些信托产品成了烫手山芋。以恒大为例，这家全球负债最重的房企，2021年违约后，债务规模超3000亿美元，约2.1万亿元人民币，至今未走出泥潭。2024年1月，香港法院下令恒大清算，其资产估值仅剩2400亿元，回收率预计低至 3.4%。中航信托曾深度参与恒大的融资项目，涉及数十亿元的信托产品，如今多已逾期。融创的情况同样惨烈，2023年完成90亿美元海外债务重组后，2024年又因一笔21亿元的债券违约，再度被中国信达资产管理公司提起清算诉讼。红星美凯龙的崩盘则更具戏剧性。这家家居零售巨头曾被视为稳赚不赔的投资标的，但2024年其债务违约规模超200亿元，多个商业地产项目停摆，直接拖累中航信托的相关产品。社交平台上，有投资者痛斥中航信托把我们的钱投给这些烂尾楼，现在连本金都拿不回来。根据彭博社数据，2024年中国房地产开发商的债务违约总额已超5000亿元，创历史新高。信托公司作为房企融资的主力军，首当其冲，成为受害者。中航信托的6000亿元资产中，至少20%与房地产相关，这意味着逾1200亿元的资金深陷泥沼。花旗银行分析师直言，房地产信托的违约潮才刚开始，未来2年将有更多公司步中航后尘。中航信托的暴雷直接威胁到数十万投资者的血汗钱。据中国信托业协会估算，中航信托的客户群体约20万户，涉及家庭超60万。这些投资者多为中产及以上阶层，购买的信托产品起投金额动辄100万，承诺年化收益率8%至12%。如今产品逾期，资金流向不明，投资者的财富梦碎了一地。以一个典型案例为例，上海的李女士，2022年
投入300万元购买中航信托一款房地产信托产品，底层资产为恒大某项目。2024年初，产品宣布延期兑付，李女士至今未收到1分钱利息，本金更是遥遥无期。她在社交平台上愤怒写道：“信托公司说央企背书，稳如泰山，现在却让我们自己承担损失，这不是诈骗是什么？”更扎心的是，根据中航信托内部人士透露，其未兑付产品规模超500亿元，涉及恒大、融创等多个项目。若按行业平均回收率30%计算，投资者可能面临350亿元的直接损失。这不仅让60万家庭陷入财务困境，还可能引发社会不稳定风险。摩根士丹利警告，信托违约潮可能导致中国中产阶层的财富缩水10%至15%，消费信心进一步崩塌。中航信托的暴雷暴露了中国信托业深层次的危机。2024年，信托业10大暴雷事件接连上演，从四川信托破产重整涉及250亿元，到平安信托1030亿元产品违约，再到五矿信托多个征信项目逾期，行业已全面沦陷。中国银保监会数据显示，2024年信托行业风险资产规模激增至1.5万亿元，同比增长50%。这意味着每5元的信托资产中就有1元可能无法兑付。更讽刺的是，中航信托作为央企背景的优等生，本应是行业的最后防线，却连自己都保不住。2024年2月，其母公司中航工业集团原董事长谭瑞松因严重违纪违法被调查，涉及侵吞巨额公款。中航产融的财报更是一片狼藉，2024年预计亏损4800万元，上市以来首次告负，4月14日主动退市，监管层也坐不住了。2024年11月，中国金融监管总局出台新规，强制信托公司将风险管理放在首位，严禁高风险房地产融资。但这不过是亡羊补牢。过去10年，信托公司借着房地产热潮，疯狂发行高收益产品，却忽视了底层资产的风险。如今房企倒下，信托公司只能陪葬。中航信托的危机还与地方融资平台 LGFV 的债务问题密切相关。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数据，2024年中国地方融资平台债务规模已达70万亿元，占 GDP 的50%以上。中航信托曾为多个城投公司提供融资，涉及昆明、洛阳等地的基础设施项目。然而，随着土地出让金收入骤降，城投平台的偿债能力急剧恶化。以五矿信托为例，其2024年4月公告显示，昆明4个征信项目全部逾期，涉及金额超50亿元。中航信托的情况类似，其投资的洛阳古城项目因融资方违约，已导致至少10亿元信托产品兑付困难。这些项目的崩盘，不仅让信托公司血本无归，也让地方政府背上了沉重的债务包袱。更要命的是，地方融资平台的债务问题可能引发系统性风险。标普全球警告，2025年中国地方债务违约规模可能突破1万亿元，直接冲击银行、信托等金融机构。中航信托的暴雷只是这场风暴的序幕。面对中航信托的崩盘，投资者的选择少得可怜。业内人士透露，信托产品的清算过程可能长达数年，回收率低至20%至30%。以中航信托500亿元未兑付产品为例，投资者最终能拿回的资金可能不足150亿元。更糟糕的是，许多投资者是老年人，信托产品是他们的养老钱，如今血本无归，生活陷入绝境。有人可能会问，中航信托不是央企吗？政府会出手吗？答案是残酷的。2024年3月，中国住建部部长明确表示，房地产行业不会获得政府救助。
信托公司作为市场化主体，同样难逃自负盈亏的命运。四川信托的破产重整已证明，即使拖延4年，投资者的损失也无法挽回。中航信托的暴雷不仅仅是信托业的危机，更是整个中国经济的缩影。房地产行业曾经占中国 GDP 的 25%， 如今却成为拖累经济的黑洞。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，2024年全国商品房销售额同比下降 30%， 新开工面积缩水 40%。 恒大、融创的倒下只是开始，更多中小房企和信托公司将在2025年迎来清算潮。更让人绝望的是，信托业的崩盘可能引发多米诺骨牌效应。银行、保险、影子银行都与信托业深度绑定，一旦违约潮扩散，金融系统将面临空前压力。国际清算银行 BIS 估算，中国非银行金融部门的隐性债务已超20万亿元，相当于 GDP 的 15%。中航信托的暴雷只是拉开了这场金融危机的序幕。2025年的中国信托业将迎来更残酷的洗牌。根据彭博社预测，年内至少10家信托公司可能被托管或破产。投资者能做的只有祈祷自己不是下一个受害者。而对于中航信托这家曾经的央企优等生，如今只剩下一地鸡毛和无数家庭的泪水。